今天修宝马，这是我一个粉丝的车，停在这里有1年多没有开了。他人在国外，过几天就回国了，让我在他回国之前把这个车准备一下，钥匙都是邮寄过来的。去把后备箱打开，这个车的电瓶在后备箱。红色夹正极，黑色夹副极。你进去启动一下。好。马达有反应，但是发动机启动不了。启动不了，是不是发动机坏了呀？这个还不好说，你来前面一下，把这个进气管拆掉，喷一点化油器清洗剂试一下。好了，拆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喷化油器清洗剂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化油器清洗剂可以当做是汽油喷在进气管里面，起到助燃的作用。我来喷，你进去启动一下。好。不行，踩油门还是打不着。师傅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启动着了又突然熄火？应该是没有汽油了，车在这里停了1年多，应该问题挺多的。你去加油站打1桶汽油过来，先给它加上，把车弄到修理厂慢慢研究。这个车在外面停了1年了，玻璃上面好厚一层油膜，等打着了，先给它处理一下玻璃，要不然开回去太危险了。先把上面的树叶弄干净，等一会儿好处理。师傅，汽油打回来了。再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打着。一把就打着了，还真是没有汽油了。先给它处理一下玻璃。雨刮片很小，喷水头也不喷水，只能往玻璃上浇水，把玻璃打湿掉。玻璃上沾点水，这个油膜就出现了。这些白色的都是。用这个油膜去除剂给它去除一下油膜，直接把它喷在玻璃上。它这个油膜太严重了，多喷一点。等待10几秒钟，让它分解一下表面的油膜。这个是专门去玻璃表面油膜的，不会伤害玻璃。分解好了，再用毛巾擦掉。喷一点在毛巾上，把雨刮片下面也擦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擦干净了，进去再刮一下玻璃，看看还有没有油膜。往上面再洒一点水。现在看着清晰多了，刚刚那些白乎乎的一道一道的都没有了。他这个车在这里停了这么长时间，排气管都没有人偷，运气还是挺好的。排气管有什么好偷的呀？它不就是一块铁疙瘩吗？排气管顶部有3元催化，3元催化里面有钯金、老金、铂金，这些金属都是可以提炼的，提炼出来的东西比黄金还要贵，所以有一些人看到一辆车子一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就会起歪心思。先不说了，把这个车开回去吧，到时候看看还有没有地方需要维修的。开了一段路程，发现这个方向盘很硬，打不动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需要后面好好检查一下。这个电瓶也有问题，开了有15公里，现在发动机又打不着了。这个要先解决，来回挪车的时候方便一点。踩一脚油门。好。发电机是发电的，电瓶确实坏掉了。如果大家长期不开车，车子每隔半个月要发动一次，每次发动半个小时，给电瓶充一下电，这样电瓶就不容易坏了。师傅，它这个助力油没有了，前面还冒烟了。这个估计是高温了，水箱也一直在流水。这个车我还没有好好检查，就出现了这么多问题，我还是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，看看他还要不要维修。完了！你今天跟我一起出去外面修个车。师傅，修什么车呀？我一个朋友的车，他说踩刹车有异响，不敢开，让我去给他修一下。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下。师傅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衣服弄出来。好了吗？好了就出发吧。到了，就是前面这个车。我先给他检查一下。他这个车上好难闻啊。他这个刹车踏板行程好大。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开出去试一下。好。这个刹车好软，而且还刹不死。踩个急刹试一下。
右边刹车很灵，左边有点慢，这就会导致偏刹。开会之前的位置检查一下。它这个刹车开起来确实有问题，这个刹车片都磨没有了。你把刹车片拆下来吧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刚刚出去给他试车的时候啊，他这个车里面实在太难闻了，有一股很大的烟味。把它刹车片拆下来吧。好。用螺丝刀撬一下风泵。好，螺丝刀插在这里面去。你把方向往这边打死，好拆一点。把方向往一边打死，空间更大一点。这个分泵还挺好拆的，只有一个螺丝。拆下来了，小兰师傅你看一下。它这个刹车片应该很久没换了，都已经磨光了。而且刹车盘也磨到了，这就是它偏刹的原因。你去把那边也拆一下吧，我去买一套新的刹车片给它换上。我朋友说换刹车盘太贵了，就让我先买一套刹车片换上先用着。这边片也磨光了。我回来了，这边怎么样？跟那边是一样的。把这个新的给它换上吧。新的好厚呀。带依依出来修车挺快的，好多东西可以交给依依去做，做的多了就熟练了，学的也会更快。像平时我们修理厂没有大活的时候，我都愿意带着依依出来跟我一起修车，这样她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依依，你上车给她试一下吧。好。慢点，慢点！完了！你没有提前踩一下刹车吗？我踩了不管用，它这是手动挡的，挂上档直接往前开了。忘了告诉你了，每次换好刹车片都要踩一脚刹车的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依依，你记住，以后给人家换过刹车片之后，一定要提前空踩几脚刹车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你换刹车片的时候，活塞是回位到最大位置的，所以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是有间隙的，需要提前踩刹车，让刹车片紧贴刹车盘，不然第一脚是没有刹车的。知道了，小兰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把人家车给撞了。我朋友这个车倒没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，到时候免费给他修。撞到别人这个车了，我先给车主打个电话。你先把这个车开回去吧，这个车主不愿意报保险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，主要还是怪我没有提醒依依。这出来修个车，估计得赔1000多块钱。我朋友那个车刹车片估计都不能收钱了。小兰师傅，你是不是快要结婚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前段时间你不在修理厂，是不是拍婚纱照去了？还是你聪明，到时候我结婚了，你来吃饭。你结婚了，肯定就没有时间外出修车了吧？这个要等结完婚才知道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吧？我想给你借一下车，晚上兼职跑下货拉拉。可以呀，你要借哪一辆？在里面那个全顺吧，车厢比较大，也可以多赚一点。可以的，想多赚钱是好事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货拉拉公司办理一下手续。Later。依依，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车的行驶证，年检快过期了。今天我们就先给这个车过一下年检吧。年检过了以后，你跑货拉拉我也放心一点。我还没有给汽车做过年检呢，我不会呀。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下年检都需要检查一些什么，粉丝们也可以看一下，我带你们了解一下全部的过程。年检主要检查灯光、刹车、外观、座椅，还有排放。在去检测站之前，我们首先要自己先检查一遍，特别是这个排放，第一次过不了，系统就会锁定你的车牌，第二次找黄牛也是没有用了。第一步，先检查灯光，要保证全车的灯光都可以正常使用。转向灯、右转向、刹车灯、倒车灯，可以，灯光都是好的。第二步，检查刹车，刹车好不好，踩个急刹就可以了。如果能磨出这样的痕迹，那么年检一定能过。第三步，座椅一定不能少，特别是面包车，有很多人都喜欢把里面的座椅拆掉拿来拉货，年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装回去。像我这个车的座椅全部都已经拆掉了，现在要给它装上才能进行年检。师傅，年检就这些步骤吗？当然不是啦，还有很多，还有一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先把座椅装上吧，我等会儿再和你说。让一下啊，小颗心。这还有2个灯，都给它装上。
小兰，我现在这个车油耗特别高是什么问题？油耗高有很多种原因，你先把机盖拉开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你这个火花塞应该是换过的吧？前几天刚换的，风油嘴也清洗了，但是油耗还是特别高。三元催化有没有检查过呀？没有检查过，这个也会影响油耗吗？当然啦，如果三元催化堵住的话，不仅动力会下降，氧传感器也会受到影响。氧传感器是可以控制喷油量的，所以油耗才会高。三元催化堵得严重的话，水温也会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先给你把氧传感器拆掉，看一下有没有积碳。氧传感器上的积碳好多呀，内窥镜放3元里面看看有没有积碳。你这个三元催化果然堵住了，这些黑色一块一块的都是积碳，已经堵住将近一半了。那你帮我换一个吧，我这个车下个月要年检了。你这个不用换，换一个老贵了，你这个车估计得1-2千。师傅，灯都装好了，你说的年检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呀？还有一步就是排放了，这一步是很关键的。我之前有个客户去年检没有检过，然后车牌就被锁定了，最后只能换个城市去年检，特别的麻烦。其实不管排气管是冒黑烟还是蓝烟，或者汽油味特别重，这些情况检尾气一定是不合格的。现在来前面检查一下手刹，先启动车辆，拉手刹，踩离合，挂1档，慢慢松离合，如果熄火了，说明手刹效果很好。还有车身的颜色要和行驶证上面一致，不能有明显的改装。钢圈的尺寸和轮胎的尺寸是不能加大的。以上这些就是年检需要检查的了。走年检去。工作人员在帮我预约年检。这里是离我最近的检测站，我的车已经开进去了，里面是禁止拍摄的。现在我们2个都进不去，只能去这个营业大厅等待一下，希望能一次检过吧。发动！师傅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发动机坏了吗？仪表上有提示什么吗？仪表上显示没有汽油了。你进去再发动试一下。好。师傅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呀？加了汽油还是打不着呀？奇怪了，我看一下漏不漏油。下面也没有漏油。我劝大家千万不要买泡水车，问题特别的多。这辆车我之前修过一次，过年前还可以发动，现在又出现这种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。先用这个万车宝汽车故障解码仪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问题吧。这个解码仪插头一般都是在主驾驶或者副驾驶的下面。蓝牙打开，再打开万车宝，它就会自动匹配好车型。这里有故障扫描、深度检测、数据流。点一下立即检测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燃油成分不对，这是不是汽油过期了呀？汽油是不会过期的，应该是油水又进油箱里面了。这个小电脑准不准呀？油箱里面都可以检测出来故障。我们一起把油箱里面的油弄出来吧。这个车的油泵在后备箱，你去里面搬一块电瓶出来。好，先把油管拔掉。给油泵插2根电源线，你拿着这2根线连接电瓶的正负极。好，用这个壶接住汽油，看一下放出来的有没有水。大电瓶。好。汽油看着很黄，汽油里面有一点点水，倒在桶里面沉淀一下。这个汽油里面确实有水，应该是上次维修的时候在车上擦不干净。这次我打算把油箱抬下来，彻底清洗一下。我们俩把车弄架子上，把油箱抬下来吧。这个排气管有点碍事，需要把它分开。人比较少，必须要用这个波箱顶来接住油箱。过年前就加了1桶汽油，2个人抬下来还是比较轻松的。把油泵取出来，油泵的盖子比较紧，用手是直接扭不掉的，敲松掉再扭2圈就可以拿掉了。
仪表上显示有没有油，就是靠的这个汽油泵。油箱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水，难怪打不着火。虽然这个汽油不能用了，但是也不能浪费。油箱里面还有一点点水，把它擦干净。OK 了，已经擦干净了。现在把油泵装上，把油箱抬上去。油管插头插上，再加一桶新的汽油进去，试一下打不打得着。好了，一把打着。师傅，这个电脑还挺准的。是的，你别看它小，它里面的功能可多了。像平时出门修车，我都会带上它，能够快速帮我检测出车子的问题。在这里，我也奉劝大家不要买泡水车，不但维修时间长，还费钱，后期开一段时间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